大家好，我是白饭。想问大家，你相信命运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名少女抓住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真实故事。在2011年，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与制作组前往云南省香格里拉市拍摄名为《长江天地大纪行》的纪录片。当制作组在知名景点纳帕海拍摄时，一名抱着小羊的藏族少女意外地闯入了镜头里。导演与少女当时还不知道，这两个生活在相隔17000公里外的陌生人，因为这一次的相遇，竟为彼此的人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改变。1978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的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在2002年时，为了拍摄纪录片《麻将的起源》，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来又因为拍摄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与出生于黑龙江省的中日混血演员阿布利，来到了位于云南省的香格里拉。他们为了拍摄当地的季节性高原湖泊纳帕海，一行人穿过了围墙，想拍摄更壮观的画面。而就在围墙的后方，他们偶遇了一名抱着小羊的藏族少女慈母。当年未满18岁的她，生平第一次站在摄影机前，向这群外国人介绍纳帕海风景区。这个前所未有的体验，让她感到有些尴尬且害羞。而当慈母将自己的面罩摘下时，那张从来没有上过妆的干净素颜、纯天然的美貌随即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慈母表示，自己1年前开始在这里工作，因为在当地改名为香格里拉后，开始有许多观光客慕名前来。慈母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的5点，就站在景区的门口，等待游客来合照。拍一张照片可以赚5块钱，但是她天生内向害羞，又不善揽客，所以很常站了一整天都没有游客愿意和她拍照，甚至有时候还被人占便宜，拍了照也不付钱。听到这个状况的主持人阿布利拉着竹内导演和摄影师3个人一起和慈母合影，让他今天的生意开张，赚了15块钱。隔天，制作组为了要补拍纪录片的素材，来到了慈母家。刚进家门，阿布利就被藏族特别的建筑文化给深深吸引。慈母的妈妈虽然不太会说普通话，但还是展现出当地人亲切好客的一面，吩咐慈母拿出家中最好的菜色来招待客人。下午过后，慈母也带着制作组一行人前往在当地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寺庙松赞林寺参观，让来自不同世界、过着不同文化生活的制作组一行人更加深入了解在香格里拉地区百姓生活的真实样貌以及藏族的独特文化。而当阿布利问到慈母18岁的她有没有什么梦想时，年纪轻轻就放弃学业去工作补贴家用的她苦笑地说：“我没有什么梦想，这我没想过。”因为对于慈母而言，家人就是她人生的一切，而自己的未来、梦想什么的，连去想象都是一种奢侈。但毕竟慈母还年轻，其实她内心对大城市还是有所向往的。因此，当阿布利追问她说想去拉萨参拜，还是想到上海观光时，慈母还是很老实的回答：上海跟拉萨，你比较想去哪一个？想去上海。从小没有离开过香格里拉的慈母，对城市的样貌充满好奇。他问阿布利说：“上海到香格里拉要走多远？”他表示，搭飞机的话只需要4个小时。可能因为与内心想象差太多，一时间慈母甚至不敢相信。因此他又问：“那么飞机里面能坐多少人啊？”阿布利表示，大飞机的话可以坐到400个人。这个回答又让慈母是又惊又喜。他想说，阿布利是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啊？完全不敢相信。但就是因为慈母发自内心的单纯和天真，所以他的提问才会如此的触动人心，也包含触动了阿布利的心。因此他向竹内导演提议，想带一辈子没离开过大草原的慈母飞一趟上海，去体验大城市的繁华。就当慈母满怀期待去征求家人同意，希望自己可以跟制作组一同前往上海旅游时，虽然慈母的母亲同意了，但是他的叔叔却表示反对。毕竟让一名年轻女孩与一群刚认识不久的陌生人飞到1000里外的大城市，说不担心都是假的。加上当年慈母的父母已经为她安排了一桩婚事，等慈母成年满18岁后，她就要依照家族的安排，嫁给一名素昧平生的藏族青年。虽然遭到家人的反对，导致慈母无法一圆到上海旅游的梦想，
但他却没有大哭大闹，也没有发脾气。他平静的仿佛稍早节目组的邀约以及他内心的兴奋都不曾发生过。此时的他又变回那个抱着小羊与游客拍照的害羞小女孩，只能默默的安静的接受家人对她的安排。直到隔天，节目组要离开香格里拉了，在家门口送行的慈母只能强忍内心遗憾的情绪，眼眶泛泪。在与制作组一行人道别后，她的内心仍然是千头万绪，迟迟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就在大家以为这是一段遗憾收场的故事时，拍摄结束的1个月后，剧情竟然出现了让人意料之外的转折。慈母在妈妈的陪同下，母女2人第一次搭上飞机，从长江的源头飞到长江的出海口上海。而当慈母和妈妈穿着藏族的传统服饰走出出境大厅的那一刻，见到在机场外等候的阿布力时，双方都难掩内心的激动和兴奋，因为彼此都明白这一次能在上海相聚有多么不容易。阿布力带着慈母来到地铁站，让在人烟稀少的大草原长大的慈母体验看看在拥挤的人潮里搭乘地铁的感受。第一次搭地铁的慈母丝毫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兴奋，像个小朋友一样在座位上东张西望。对于初次来到大城市的他，什么体验都是最新鲜的、最有趣的。接着他们来到当年上海的第1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慈母终于亲眼见到那传说中超过100层的摩天大楼了。他们搭上电梯，来到离地474公尺高的观光天阁后，阿布力要慈母闭上眼睛，牵起了他的手，来到了落地观景窗前。当慈母一张眼，窗外黄浦江蜿蜒的壮丽景色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风景，让他惊讶到说不出话来。最后2人来到外滩，走在江边，看着夕阳落在城市天际线的后方，对岸高楼的霓虹灯火点亮。此时就连阿布力也备受感动，回忆起当年自己与父母离开黑龙江的乡下，第一次来到日本时受到的文化冲击。阿布力心想，此时的慈母应该就跟当年的自己一样，内心里充满着悸动吧。而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上海之行结束后，慈母和妈妈告别了制作组，回到了香格里拉。阿布力也回到日本拍戏。3个月后，节目组收到了来自遥远的香格里拉慈母所寄来的信件。他在信中一一感谢了制作组的大家以及阿布力。慈母表示，这趟上海之旅是他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过去他曾经也想过要到大城市里读大学，当一名音乐家，但就在支持他升学的爷爷因为胃出血过世之后，这个梦想也就宣告破灭。但是如今自己有了新的梦想，就是在家里开一间小客栈，并邀请制作组，如果未来梦想实现了，一定要来帮他宣传一下哦。就这样，慈母的上海圆梦之旅为竹内导演的长江纪录片画上了完美的句点。10年过后，在2022年，竹内导演为了拍摄新纪录片《再会长江》而故地重游。在没有事前通知的情况下，他与摄影师再次来到了纳帕海，凭借着10年前的记忆和慈母信上的地址，他们回到了过去跟拍慈母的小村庄。可是这10年来，村里改建变化许多，让制作组一直找不到慈母的老家。你好，你好，你好，我现在在找人，你认识慈母吗？我现在找朋友，他是我的朋友，慈母。就他家了。啊，就这啊？啊，是吗？酒店。镜头朝女孩的手指拍过去，路口的指示牌写着仁清慈母美院。此时竹内导演才想起10年前慈母在信中提到的小小梦想。仁清在藏语里是代表珍贵的宝物，而客栈的英文名称欧若拉则是当年慈母站在外滩远眺对岸高楼时最有印象的那个单词。虽然双方已经10年没有见过面了，可是慈母还是一眼就认出竹内导演跟摄影大哥。岁月在慈母脸上留下了痕迹，不同于10年前的青涩，此时已经成为民宿老板的慈母，在气质上更显得成熟干练。这次都没有过来是吧？对。哦。没办法，一起嘛，本来是要来的。当慈母问起了当年的主持人阿布力，虽然竹内导演当时说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导致没能一起前来，但实际上当时的阿布力深受离婚以及婚外情的问题影响，正陷入演艺事业的低潮，甚至在疫情期间因为没戏可拍，还一度淡出演艺圈，选择回家帮父母经营饺子店。直到后来演出 Netflix 的漫画改编作品《经济之国》后，才逐渐回到荧光幕前。慈母向导演表示，10年前的上海之旅让他萌生了在家乡开客栈的念头。
从上海回来后，本来慈母打算立刻开始自己的民宿梦，可是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2012年时，当年19岁的慈母生了一个儿子，2年后家里又迎来了一名女儿。一双儿女的诞生打乱了慈母的计划，而这一停就是过了好几年。在外人的眼里，当年的慈母与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她照顾2个孩子长大，做着家务，仿佛那年上海的旅行就是夏夜里的一场梦。而只有慈母自己内心还记得那年在上海之旅后所萌生的想法。在一对儿女长大后，慈母陆陆续续去做了旅游向导和经营小吃店，直到2017年才经由熟人介绍，到了独克中古城的一家知名民宿工作，正式开始学习经营民宿的学问。直到2019年，慈母才再次与家人提起想要经营客栈的想法。他向银行和亲戚筹措了几百万元，经历了2年的准备，直到2021年才正式完工，把自己的老家改装成仁亲慈母美院。慈母告诉竹内导演，因为有10年前的上海之旅，他才知道原来房间里是可以有独立的厕所跟浴室的。在维持藏族独有的建筑特色下，融合了现代饭店的地暖跟设计，搭配窗外的无敌美景，让他的民宿在当地成为观光客的首选。这里白饭也帮大家查过了，假使你这个周末要去仁亲慈母美院住一晚的话，豪华景观家庭房的价格是3400元新台币，大约830块港币，真的是物美价廉啊！旅客的评论也是家贫如潮，大家都称赞这里不光是环境好，室内舒服，服务态度也是一级棒，甚至还有藏族服饰的穿戴体验，真的是让我非常想去香格里拉体验看看。而慈母的妈妈在楼下听到竹内导演一行人来访，连忙出来想要跟大家打招呼。慈母说，因为当年妈妈也是第一次搭飞机，第一次去到大城市旅游，当时不光是慈母的内心受到冲击，妈妈的心中也是波澜万丈。因此，她特别感谢10年前邀请他们到上海旅游的竹内导演以及制作组，给她这么特别的人生体验。当慈母与竹内导演再次回到彼此相遇的纳帕海草原时，慈母对着镜头抱起了一只小羊，眼前的景色仿佛穿越回到了10年前。过去这里只有慈母一个人抱着小羊与游客拍照，如今香格里拉的旅游业蓬勃发展，形成了组织化的经营。到这里旅行的游客不但可以体验穿藏族的服饰拍照，还可以骑着马漫步大草原。而在当年强烈反对慈母去上海的叔叔，现在则是担任当地旅游观光的负责人。在众人回忆起10年前的往事时，叔叔表示，在当年慈母其实差一点就要放弃了，后来是因为慈母的妈妈大力支持，并自告奋勇要陪她一起去。经过了激烈的家庭革命后，这才让叔叔点头放行。但看到如今慈母的成就，叔叔表示，别说去上海了，现在就算是带她到国外，他也非常欢迎。当然有人会觉得慈母叔叔就是一个传统封建的大男人，但竹内导演和摄影师大哥也在后来向慈母表示，对于当年要带他到上海旅行，制作组其实内心也是有各种担心和顾虑的。他们害怕慈母在体验过大城市灯红酒绿、充满各种诱惑的繁华生活后，内心会被动摇，变成无法回到朴实平静的乡间生活。但谁能想到，在体验过大城市的仙境与繁荣后，慈母反而变得更喜欢从小长大的香格里拉。对于他来说，大城市固然有大城市的魅力，可是大草原上的风景、藏族的文化信仰，更是他无法舍弃的人生。在符合家庭期待之下，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慈母向竹内导演表示自己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而当年在镜头前表现得很害羞、没说话的妹妹，现在也已经离家去外地念大学了。慈母向导演说，现在藏族的观念比起过去也开放很多了，现在妹妹可以自由恋爱，找自己喜欢的对象结婚。一旁的妹妹则笑说，自己30岁前都不想结婚。竹内导演则问妈妈说，觉得这样可以吗？妈妈笑着表示，那是她自己的想法，就算她要40岁再结婚都好。这个回答让竹内导演大叹，时代的变化也太大了吧。在纪录片的最后，他们回到初次相遇的纳帕海景区，慈母再次穿上当年的藏族民族服饰，竹内导演举起了相机，在同一个镜位拍下了相同的照片。虽然纳帕海的景色依旧，可是镜头里的人却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人了。就在此时，竹内导演明白了慈母心里的那一丝遗憾，他拿起了手机，打给远在日本的阿布利。等待通话的短短几秒里，慈母侧过头不敢去看。
只可惜最后电话没有接通。这瞬间，累积10年的回忆和思念突然涌上心头，慈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眶，泪流不止。组内导演没有特别去问，因为看在大家的眼里，多少能理解眼泪背后的心思。在最青春浪漫、情窦初开的时期，巧遇来自遥远国度的男子，带你离开故乡，体验前所未见的繁华风景。换作是任何人，内心应该都上演过各种小剧场吧。就在竹内导演即将离开香格里拉前，终于拨通了阿布利的电话。荧幕两端既熟悉又陌生的两个人，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笑着笑着就哭了。因为自从10年前分开后，彼此的人生都经历太多，也变化太多了。有人说，慈母与阿布利的相遇，让我们看到了最真挚的友谊。也有人说，在这2部纪录片中，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当年阿布利一个突发奇想的念头，有如蝴蝶效应，轻轻推动草原上一名藏族女孩命运的齿轮，结果成就了她不平凡的一生。而慈母始终如一的初心与温柔坚毅的态度，更是在高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最难得可贵的。我是白饭，感谢你有把影片全部看完。这边就教大家一句藏语 Zasi de lay， 祝福您未来所有的好运都会来到身旁。我们下部影片见。